你有沒有遇過這種情況？一件事情發生當下，你只覺得也太倒霉了吧，但過了一段時間回頭看，你卻說好像剛剛好，甚至會有一種感覺，是不是有人在安排啊？但問題來了，如果真的有安排，那為什麼當下看起來這麼亂？詩篇105篇1到22節就是在講一件很神奇的事。神的計劃通常看起來不像計劃。你們要稱謝耶和華，求告他的名，在萬民中傳揚他的作為。一開始很奇怪，詩人沒有先講問題，他先說你們去講神做過什麼，然後要向他唱詩歌頌，談論他一切奇妙的作為。重點是談論，因為人很容易忘哦。要以他的聖名誇耀，尋求耶和華的人心中應當歡喜。然後關鍵一句，要紀念他奇妙的作為，再一次紀念。因為如果你只看現在，很多事看不懂啦。但如果你回頭看，你會發現神一直有在動。詩人開始講歷史，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他紀念他的約直到永遠。這裡很重要，神的作為不是臨時起意，是有約的，意思是他有長期計劃。當時他們人數有限，極其微小，翻成白話，一開始根本看不出什麼偉大啦，甚至他們在列邦中寄居，沒有地位，沒有資源。但神說不可難為我的受膏者，意思是你看不起的人，神在保護。然後事情變了，他命饑荒降在那地上。等一下，不是祝福嗎？怎麼變成饑荒了？然後更誇張，在他們以先打發一個人去，約瑟被賣為奴僕。這句超震撼，約瑟被賣不是意外，是被差派。人用腳鐐傷他的腳，他被鐵鏈捆拘。這畫面很慘，如果你是約瑟，你會怎麼想？神在哪？我不是被應許的嗎？但問題是，你在過程中看不見全局。耶和華的話試煉他，只等到他所說的應驗了。這句話很關鍵，有一段等待期，在這段期間看不懂，很痛苦，很安靜，但神沒有離開耶。他在做的是塑造。王打發人把他解開，然後立他做王家之主，從奴隸到管理者，從監獄到宮殿，完全反轉。而且不只是翻身哦，是進入神原本的計劃。你以為好事才是神的帶領，但詩篇105篇說，連壞事都可能是神的安排耶。這很顛覆，因為我們用當下感覺判斷，順就是神在，不順就是神不在。但這篇詩在說，神的工作很多時候是逆着感覺的。你可能也在一個階段看不懂，很卡，很不順，你會問為什麼？詩篇105篇沒有給你所有答案，但給你一個方向。也許你還在過程中。約瑟如果在監獄放棄，他永遠看不到後面。所以問題不是你現在好不好，而是你願不願意繼續走。詩篇105篇1到22節告訴你，人生不是沒有計劃，是你還沒看懂啊。你以為是倒霉、失敗、被誤解，但在神的視角裡，可能是預備、鋪路、轉折。所以最後問你一句，如果你現在的困境其實是被安排的過程，你還會用同樣的眼光看它嗎？